早上起床，双腿像灌了铅，走几步路就觉得沉重无力。别再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老了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只要早餐吃对东西，您的身体完全可以在短短12小时内重新启动肌肉修复机制，让腿部力量明显回升。听起来不可思议吗？今天我们就深入聊聊腿没力、走不动背后的真相。为什么腿脚变得虚弱，不仅仅是岁月使然？又有哪些经科学验证的超级食物，能让您在短短12小时内改善肌少症，重新找回脚下的力量？人在迈入中年后，肌肉量便开始逐年下降。医学上将这种因年龄增长导致的骨骼肌减少称为肌少症。更糟的是，肌少症不仅让人行动迟缓无力，还会大幅提高跌倒与骨折的风险，是老年人失能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许多长辈或许都有这种经验，以前健步如飞，如今爬个楼梯都气喘吁吁，双腿像不听使唤般软弱。大多数人以为这只是自然老化的必然现象，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最新的观念指出，腿软无力不仅与年龄有关，更可能是长期吃错早餐，导致营养跟不上，肌肉无法及时修复强化所造成的结果。试想，经过一整夜的睡眠，身体其实处于轻度饥饿和分解状态。如果早上起床后只喝杯咖啡，随便吃片面包，缺乏足够蛋白质和关键营养素，您的肌肉得不到开机，所需的燃料反而持续流失。难怪许多银发族越来越瘦弱，腿部无力的问题日益严重。台湾有医师警告，早餐吃错就等于肌肉流失。这句话听起来触目惊心，但其中道理其实很简单。长者若早餐缺乏蛋白质和营养，身体只能分解自身肌肉来提供能量，久而久之，肌肉愈来愈少，腿当然愈来愈没力。举例来说，不少长辈爱喝白粥配小菜当早餐，虽然清淡，但缺乏蛋白质，长期下来肌肉怎能不流失？也有人习惯早上只吃水果，甚至空腹喝杯黑咖啡了事，结果身体只好分解宝贵的肌肉组织来供应能量，久而久之，腿就越来越无力。但换个角度想，既然吃错会让肌肉流失加以利用，吃对自然也能逆转颓势。研究显示，只要改变早餐内容，为身体提供高品质的蛋白质和特定营养素，就能促进肌肉蛋白合成，加速修复受损的肌纤维。有实验比较过高蛋白早餐与低蛋白早餐对中老年人的影响，结果发现高蛋白早餐组的肌肉增强效果远胜于低蛋白组。原因很可能在于早晨摄入足量蛋白质能唤醒肌肉细胞的合成开关，使肌肉更容易进行修复和生长。所以不要再让您的早餐营养贫乏，因小失大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强筋健腿的8大超级食物，看看他们如何在短短12小时内让双腿产生有感的变化。首先登场的是排名第8的强效食物南瓜子。别看南瓜子个头小，它可是富含肌肉能量催化剂镁元素的营养种子。现代人大多镁摄取不足，而镁对肌肉的重要性常被低估。有统计显示，我国50岁以上的人群中，将近一半的民众镁摄取量低于建议值。长期缺镁会让人经常觉得疲惫，肌肉也难以发挥最大力气。难怪不少长辈动不动就喊腿软没力，问题往往出在营养跟不上。镁就好比汽车引擎里的火花塞，负责帮助肌肉细胞产生能量并调节肌肉收缩。缺镁时，您可能会觉得肌肉无力，容易抽筋，腿部像没电了一样使不上力。每天早上来一小把南瓜子，就像给您的腿部引擎插上了电启动器。南瓜子中的镁能快速进入血液循环，帮助唤醒沉睡一夜的肌肉细胞。不仅如此，南瓜子还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和丰富的锌、钾等微量元素，其中锌有助于提升免疫力并参与肌肉修复，钾则可以帮助维持肌肉与神经的正常运作，防止腿部痉挛。早上吃一份南瓜子，您等于是给身体提供了一组营养小电池，为接下来的活动储备能量。到了下午，许多人往往感到腿脚酸软，但如果早餐摄取了足够的镁与蛋白质，您的腿部肌肉在整个上午都得到充分滋养，细胞能量工厂开足马力，撑到傍晚也依然稳健有力。
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南瓜子，它们或许就是让您重新找回腿部力气的第一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镁的补充效果往往超出预期。曾有位长期受到腿部抽筋困扰的老奶奶，在医师建议下每天吃一把南瓜子含坚果，结果不到1个月，夜里抽筋的情况明显减少。她开心地表示，现在半夜不再被小腿痛醒，白天走路也有劲多了。可见小小南瓜子的威力，千万别忽视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第7名选手酸樱桃，也就是常见的酸樱桃汁。也许您会好奇，早餐喝酸酸的樱桃汁有什么特别？事实上，酸樱桃被运动医学界誉为天然的肌肉止痛药，它富含花青素等抗氧化物质，能有效对抗发炎反应，并减轻肌肉酸痛。对于经常觉得腿部僵硬、酸痛的中老年朋友来说，早上来一杯酸樱桃汁，等于给双腿喝下一帖温和的消炎药水。科学家发现，酸樱桃汁可以降低运动后体内的发炎指标，例如肌肉受损时升高的 C 反应蛋白。尽管您可能不是在跑马拉松，但日常走路、爬楼梯，对于肌少症长者来说，也如同一场肌肉马拉松。早上摄取酸樱桃中的抗氧化营养，能帮助清除夜间累积的自由基，减少肌肉组织的微小损伤。酸樱桃还有一个隐藏技能，就是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，有助于调节睡眠。充足且高品质的睡眠对肌肉修复至关重要。或许您会问，早上摄取褪黑激素不是会想睡吗？其实酸樱桃中的褪黑激素含量温和，不至于让人犯困，但能调节日夜节律，到了夜晚反而帮助您睡得更深沉。如此一来，白天减少了肌肉发炎，夜里又睡得好，肌肉修复自然事半功倍。许多运动员比赛前后都会喝酸樱桃汁来加速恢复。如今我们将这个小秘方引入日常养生，早晨一杯酸樱桃汁，酸甜开胃，同时为您的腿部肌肉注入保护力。当一天结束时，您或许会惊喜地发现，以往困扰您的腿部酸痛感减轻了，走路也轻松了许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酸樱桃的功效已获得科学实证支持。美国一项研究让一组马拉松选手连续1周每天饮用酸樱桃汁，结果显示，相比对照组，他们赛后的肌肉酸痛感较轻，力量恢复更迅速。对于不常剧烈运动的银发族而言，酸樱桃同样能扮演复健饮品的角色。有些复健科医师甚至建议老年病人在复原期每天适量喝酸樱桃汁，以减少肌肉疼痛与关节发炎。不难想象，早上来一杯酸樱桃汁，日积月累，必然让您的双腿受益良多。第6种助攻腿力的超级食物，是我们熟悉的绿叶蔬菜菠菜。别忘了大力水手补派吃了菠菜力大无穷的故事，其实并非夸张的虚构。菠菜中富含的硝酸盐是一大关键，它能在体内转化为一氧化氮，帮助血管扩张。想象一下，当您的血管如管道般放松扩张，更多的含氧血液就能源源不绝送达腿部肌肉。早上吃一盘菠菜炒蛋，或加入菠菜的三明治，等于打开了腿部血液循环的绿色引擎，为肌肉细胞输送源源不绝的氧气和养分。除此之外，菠菜还提供了铁质、钙质和镁等多种营养。铁质能帮助红血球携带氧气，预防贫血所导致的疲劳无力。钙则参与肌肉收缩，缺钙时肌肉容易抽筋无力。至于镁，我们刚刚提到，它对肌肉放松和能量代谢同样重要。在早餐摄取菠菜这样的绿色蔬菜，您等于同时补充了增强肌耐力的氧气运输源铁，维持肌肉收缩节奏的稳定器钙，以及解除肌肉紧绷的放松剂镁。当上午过去，您或许会发现，平常容易冰冷或麻木的小腿变得暖和有力，走路步伐比昨天稳健了。这股改变源自清晨那一抹翠绿色所提供的持续动力。菠菜让平凡的早餐变成强健腿力的训练场。事实上，菠菜等绿叶菜对肌肉的益处已引起科学家的兴趣。瑞典卡罗琳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指出，饮食中经常摄入富含硝酸盐的蔬菜，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。研究发现，那些习惯每日食用菠菜等蔬菜的人，在腿部肌力测试中的表现优于很少吃蔬菜的人。虽然不爱青菜的朋友可能会皱眉，
但为了双腿足享，不妨学学大力水手，把菠菜当成您的秘密武器吧。来到第5名，我们把目光投向朴实无华的豆类扁豆。许多人早餐爱吃稀饭配油条或白面包，但这些精致碳水化合物缺乏蛋白质，无法满足肌肉的需求。扁豆作为豆类的一员，是植物蛋白的丰富来源，被誉为穷人的肉，素食者的营养宝库。早上摄取1碗扁豆粥或豆汤，等于给您的腿部肌肉送去一堆高品质的砖块，用来修补和建造肌肉纤维。扁豆所含的蛋白质富含支链氨基酸，例如白氨酸，这可是刺激肌肉合成的关键触发因子。有研究指出，中老年人特别需要摄取足量白氨酸，才能克服所谓肌肉合成抗阻。年纪大时，肌肉对蛋白质刺激反应变差的现象，扁豆正巧提供了这样的营养来源。此外，扁豆含有的复合碳水可以稳定血糖，提供持久能源，避免早上吃完高升糖食物后血糖飙升又骤降，导致没几个小时人就昏昏欲睡，肌肉也提不起劲。扁豆还富含钾和纤维，有助于维持体液平衡和肠胃健康，让营养更好被吸收。当您把扁豆融入早餐，不仅填饱了肚子，更喂饱了肌肉。持续一段时间后，您会发现上下楼梯时腿部的出力变得更加踏实，那是因为肌肉纤维在悄悄变得饱满强健。而这股改变就从每天早晨那一勺朴实的扁豆开始。谈到豆类的威力，地球上那些著名的长寿村正是最好的说明。在所谓的蓝色地带，全球5大长寿区域中，豆类几乎是每个文化老人餐桌上的主角。例如，日本冲绳的100岁人瑞习惯早餐吃红豆饭配地瓜。美国加州洛马林达的长寿社区成员常年以各种腰豆、菜豆为主要蛋白质来源。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伊卡利亚岛老人则爱喝扁豆浓汤，长期的大量豆类摄取，让这些族群在高龄时依然保有不错的肌肉与体力。可见每天1碗扁豆汤真有可能成为您迈向强健晚年的神奇秘方之一。越接近榜首，食物的威力越是不容小觑。第4名就是营养专家们口中的完美蛋白质来源之一——鲑鱼。或许您不习惯早餐吃鱼，但许多国家的传统早餐其实常出现鱼的身影。例如日本的烤鱼定时，将鲑鱼纳入早晨餐桌，是为您的腿部肌肉奉上一份豪华大礼包，内含优质蛋白和珍贵的 Omega-3 脂肪酸。首先，鲑鱼富含的蛋白质是构成肌肉的直接原料，经过一夜肌肉的分解代谢，早上及时补充蛋白质，就像工地在夜间停工，后天一亮立刻运来水泥和钢筋，马上投入重建。您的肌肉细胞会抓住这珍贵的早晨建材，迅速开始修复夜里产生的微小裂痕，强化整个肌肉结构。Omega-3 则是在背景默默发挥作用的肌肉保护神。鲑鱼等深海鱼富含 DHA 和 EPA， 这2种 Omega-3 脂肪酸具有抗发炎效果，能降低肌肉细胞发炎水平，减少不必要的分解。同时，研究也发现 Omega-3 有助于提高肌肉对蛋白质的敏感度。换句话说，摄取足够的 Omega-3 可以让相同剂量的蛋白质发挥更大增肌作用。对于中高龄者而言，这可是宝贵的加成效果。早上享用一份鲑鱼，例如鲑鱼三明治或鲑鱼佐蛋料理，不仅满足口腹之欲，更是在为一整天的行动力投资。到了黄昏时分，您可能惊喜地发现今天散步时步履特别轻快，那或许正是早晨那片鲑鱼发挥了效力，提供原料，降低炎症，提升合成，三管齐下，打造出更坚实有力的腿部肌群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Omega-3 对肌肉的好处也在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。加拿大的一项研究让一组老年女性每日服用鱼油胶囊，12周后，她们腿部肌力测试的成绩明显优于未补充鱼油的对照组，证明 Omega-3 确实能够在短期内改善肌肉功能。既然如此，与其额外吞鱼油，不如每周吃上几份鲑鱼料理，既美味又能自然地摄取到丰富的 Omega-3。更棒的是，鲑鱼还含有维生素 D 和钙质，有助于强化骨骼，让双腿更稳健。吃对食物胜过盲目补充。从今天起就把鲑鱼列入您的菜单吧。踏入前3强，我们迎来了一位荣获谷物之王、
称号的选手藜麦。藜麦并非传统意义的谷物，而是来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植物种子，因其营养价值极高而风靡全球。对于想改善肌少症的人而言，藜麦的最大卖点在于它提供了全方位的营养组合。首先，藜麦是少数含有完整必需氨基酸的植物性食材，也就是说，它的蛋白质品质媲美动物蛋白。早餐以藜麦取代白米或麦片，您就等于在无形中吃下了一份素肉排，为肌肉提供了全面的氨基酸，包含增肌所需的白氨酸、异白氨酸等。藜麦还富含多种矿物质，包括镁、铁、锌和钙。在摄取藜麦的同时，等于打出一套营养组合拳，镁帮助肌肉产能，铁增强血氧能力，锌参与组织修复，钙强化骨骼与肌肉收缩。这些元素相辅相成，全方位支援您的腿部健康。藜麦中的复合碳水化合物会缓慢释放能量，让您的血糖平稳上升，不会出现吃甜食后血糖过山车般的疲倦感。因此，早餐吃藜麦能让您精力更持久，有力气进行日常活动或运动锻炼，进一步刺激肌肉生长。历史传说中，古老的印加勇士在远征前都要食用藜麦增强体力。如今我们虽不需跨越高山峻岭作战，但每天早晨来一碗藜麦、燕麦粥或将藜麦拌入沙拉，都能为我们平凡的生活注入勇士般的活力。当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您或许会赫然发现，站起身来不再那么吃力，腿部也渐渐有了年轻时的劲道。这就是藜麦潜移默化的功劳。有趣的是，藜麦的价值早已冲出地球，进入太空。2013年，美国太空总署将藜麦选为太空人长期任务饮食中的重点粮食。正是因为它营养全面，易于保存。对我们一般人而言，藜麦同样是增强体魄的好帮手。越来越多运动员和健身爱好者把藜麦当作日常主食之一，以获得稳定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来源。如果您初次品尝觉得藜麦略有坚果味或口感特殊，不妨尝试将它与白米混合烹煮，或用高汤来炊煮，能让风味更适合亚洲人的味蕾。总之，吃得营养也要兼顾美味，如此一来才能长长久久地坚持下去，您的肌肉也会长长久久地受惠。现在揭晓榜眼，第2名的超级食物就是色彩鲜艳的甜菜根。甜菜根常被运动员称为红色燃料，因为它能显著提升运动耐力和肌肉效率。其秘密武器就在于丰富的天然硝酸盐，和先前提到的菠菜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不过，甜菜根的硝酸盐含量更高，因此效果更加突出。当您在早餐摄入甜菜根，例如喝下一杯甜菜根苹果汁，或将水煮甜菜根丁拌入沙拉，体内会在几小时内将硝酸盐转化为一氧化氮，使血管扩张，血流加速。这相当于给全身肌肉装上一个增压帮浦，特别是腿部这种距离心脏较远的地方，更需要良好的循环来获取足够氧气。甜菜根的作用不仅是短暂刺激，科学家发现，饮用甜菜根之后约2到3小时，肌肉的耗氧效率明显提高。也就是说，在完成同样强度的动作时，肌肉会觉得没那么累。对肌少症长者而言，这意味着原本走5分钟就气喘吁吁的您，或许能轻松走上10来分钟而不觉得腿酸喘重。更妙的是，甜菜根中还含有抗氧化的甜菜红素以及钾、镁等元素，长期食用可减少慢性发炎并保护心血管健康。有人或许对甜菜根的土味望而却步，其实搭配苹果、红萝卜一起打成汁，风味甜美顺口。当然，初次尝试时尿液可能会暂时呈粉红色，别担心，那不是哪里出血，而是甜菜色素的正常代谢现象。给自己的早餐增添一抹鲜红，为肌肉注入源源不绝的耐力燃料，不出半天，您就能感受到它带来的改变。腿部变得不那么容易疲累，脚步也迈得更稳健了。在科学实验中，甜菜根的威力也让人惊叹。英国艾克塞特大学的一项研究让70多岁的长者在运动前喝下一杯甜菜根汁，结果发现他们运动时的肌肉耗氧效率提高了约 13%， 行走的耐力也比未饮用甜菜汁的对照组更好。长期下来，甜菜根带来的不仅是腿力增强，还可能有助于调节血压，促进血液循环。
对心血管健康也有裨益。一些人或许不喜欢甜菜根的土味，其实可以在榨汁时加入柠檬、苹果或姜等配料来改善风味。当您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用方式后，这抹红色小小根茎将成为您对抗疲惫双腿的秘密武器之一。终于来到冠军宝座，排在第一名的是被许多营养学家与名厨齐声推荐，誉为液体黄金的骨头高汤。或许您还记得，小时候长辈煲的一锅老母鸡汤、猪骨汤，总被叮嘱喝了补身体，腿脚有力。骨头高汤之所以被誉为液体黄金，绝非浪得虚名。经过长时间慢火熬煮，骨头中的胶原蛋白、明胶以及钙、磷、镁等矿物质全部溶出在汤汁里。这碗看似清澈的汤品，其实富含强健肌肉与骨骼的珍贵元素。首先，骨头高汤提供的胶原蛋白和明胶是构成结缔组织的原料。我们腿部的肌肉附着在肌腱和韧带上，胶原蛋白正是维持这些肌肉绳索强韧的关键。如果缺乏胶原蛋白，肌肉就像固定不紧的螺丝，发不上力气。早上喝一碗热腾腾的骨头汤，当中的胶原蛋白水解为氨基酸，迅速被肠胃吸收，成为修补腿部肌肉和韧带的及时养分。难怪不少人喝完汤会觉得浑身暖洋洋，关节灵活些，这正是营养直达筋骨的体现。再者，骨头熬汤释放出的钙、磷、镁等矿物质，犹如替身体注入一铁强骨营养针。钙和磷是骨头的主要成分，强化骨骼能间接提升腿部稳定性。镁则再次出场协助肌肉放松与代谢。一些研究指出，补充明胶搭配适度阻力运动，有助于增强肌腱韧带，改善膝盖疼痛。对于肌少症长者而言，骨头高汤不仅提供蛋白质，还补水、补电解质，特别适合食欲不振或咀嚼困难的长辈。在清晨喝下一碗鲜美的骨头汤，等于为身体注入一股温润的生命力。到了傍晚，您可能会感到今天腿脚特别稳健，有力支撑您完成了平日难以应付的活动。这份惊喜来自哪里？正是来自早晨那碗默默滋养您筋骨的液体黄金。华人传统观念里，骨头汤一直被视为滋补身体的佳品，许多产后妇女、术后患者都会被长辈熬上一锅高汤进补。这其实隐隐契合了现代营养学的原理。骨头熬出的汤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和氨基酸，正是身体修复组织所需的材料。熬煮骨头汤时，也有一些小撇步，加入少许食用醋，可以帮助骨骼中的矿物质释放，让汤头的钙质含量更高。熬好后，若担心脂肪过多，可以先放凉冷藏，撇去浮油后再加热饮用，既保留营养又减少油腻负担。相信只要善用这碗液体黄金，您的筋骨一定会感谢您。以上8种食物各有独门秘诀来对抗腿无力和肌少症，从提供关键矿物质、抗氧化减盐到补充优质蛋白，增强血液循环，它们从不同角度为您的腿部注入活力。或许有些食物您平时很少想到会出现在早餐餐桌上，但不妨大胆尝试把它们融入日常。例如，可以在燕麦粥里拌些南瓜子和藜麦，搭配一杯酸樱桃汁，隔天换成菠菜蛋卷和烤鲑鱼，再来碗热骨头汤暖胃。变化搭配之中，您的味蕾不会腻烦，肌肉更能得到全面营养。也许有人会问，真的这么神奇吗？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位真实案例。68岁的李阿姨退休后没多久，就感觉双腿一天比一天无力，走起路来步伐不稳。医生诊断发现她患有肌少症，建议她调整早餐饮食，并配合适度运动。于是李阿姨开始改变习惯，每天早餐煎2颗蛋，汆烫1小盘菠菜，再搭配一片抹上花生酱的全麦吐司。她还会在优格里拌入一把南瓜子和煮熟的藜麦，增加营养密度。午餐时，李阿姨注意多吃豆制品和鱼肉，至少每周2次以鲑鱼为主菜，下午加喝一杯酸樱桃汁代替甜饮料。就这样坚持了3个月后，她明显感觉腿部力气增强，上下楼梯不再气喘吁吁，原本松垮的大腿变得结实有力。随着体力好转，李阿姨重拾了年轻时的散步习惯，现在每天晚饭后都要到公园快走半小时。半年后回诊时，
医生惊喜地发现李阿姨的肌肉量增加了好几公斤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焕发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方法正确，年纪绝不是阻碍改善，肌少症绝对可以做到。不过，我们也要提醒，想对抗肌少症，光靠饮食远远不够，仍需配合适当的运动与健康的作息。早餐摄取这些食物提供了弹药，接下来还需要透过活动让肌肉去作战，刺激它们变得更强壮。例如，饭后散步、适度的下肢阻力训练，都能加成放大这些营养的效果。另外，切记保持良好睡眠，因为肌肉的修复与生长多在夜间进行。把视线拉回开头，那些我们以为只能怪罪年龄的腿软、走不动，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透过聪明的早餐选择，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改写体力的走向。12小时内有感，不是天方夜谭。当您明早开始重视早餐，为身体奉上一份高蛋白、高营养的肌肉能量餐，或许到了日落时分，您就会发现双腿比昨天有力，脚步比昨天轻快。与其感叹老化无情，不如行动起来扭转颓势。从今天开始，善待您的早餐，就是在善待您的双腿和未来的生活品质。岁月带走的是年龄，但我们可以用营养和努力换回健康与活力。明天早上，您准备好端起哪一碗补腿灵汤，开始全新的改变了吗？